陛下，有人知晓了曹信贤的秘密，在他死后瞒天过海，不仅悄无声息地接管了都尉司，还能让曹府无人生还，如此心机手段，恐怕臣的第3个仇人已经出现了。若曹敬贤只是重伤而死，那厂卫们必然知晓，到时候再想调动他们就很难了。想要做到这件事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曹敬贤隐瞒了自己将死之事，并在他临死之际，让自己的亲信奉他人为主，继续用他的命令调动都尉司的厂卫。这么说，鬼玺也一定落到了他的手里。你今日来到这里，是因为你要找到第3个仇人。没有朕的帮助，你既找不到，也斗不过他。你要的真相，朕已经告诉你了。现在，你也要帮朕把鬼玺给找回来。臣定当不负圣命，竭尽全力。但臣还有一事相求。讲，那夜在青天剑，若不是东夏女王和质子出手相救，臣恐怕早已死于曹敬贤手下了。东夏女王是为救质子而死，而质子并非凶手。臣恳请陛下放了质子。好，朕就如你所愿，放了东夏质子。臣叩谢陛下。这是一把断宁剑，拿到此剑，如朕亲临。朕现在把此剑赐给你，查明真相。你动作要快，否则等着我们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大人，大人，小孩，我们等了你一晚上，高明师傅说你会来的。师傅，姑娘，你在里边受苦了。他们没有对你动刑吧？我没事，谢谢高明师傅。你们两个别磨蹭了。我们走吧。那大人，你和香小姐先上车吧。师傅，你们两个等什么呢？在这还没有待够吗？啊，师傅，我回家。走，回家。
来。枕楼被查封了，我打算给枕楼找合适的人接手。原来在枕楼干活的，都是些手脚麻利的伙计和侍女。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们都留下来。这么做肯定不容易，让你费心了。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杀了他，为我母亲报仇。都过去了。皇上已将我贬为庶人，东夏不再承认我公主的身份，从此以后，我什么都不是了。你看啊，我本就是个穷鬼，你现在也是个寻常女子，那咱们俩以后就谁也别看不起谁。臧大人的口才永远是这么的好。在香小姐面前，我这嘴其实笨得很。安图，殿下，殿下。太好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没事啊，都过去了。你站这儿干什么？徒儿怕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想过来给师傅打下手。就这么干站着啊？
师傅今儿备的什么菜啊？给我说说呗。我上桌你就知道了。从来没见师傅下过厨，我一定多吃几碗。你想多了啊，没做你的。错了。师傅，是我错了。你做的都对，你哪儿错了？我错在不辞而别，自作主张。你不告诉我是对的，我只会帮倒忙。不，师傅，错了就是错了。您曾经跟我说过，复仇最重要的是活着。你这次是为了救香小姐，我相信你是胸有成竹，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如此行事的。但人算不如天算，徒儿的计划再周密，也怕有什么疏忽，不能让师傅置于险境。哎呀，师傅，看看。我问你，师徒二字怎么写？您说过，老帅头上一横是顶着天，一世家一走是两个人一起走。嘿，你还记得？天塌了，老帅顶着，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，师傅先走的道理。师傅，10年前，我就得您和星斗师傅的照顾与传授，才能长大成人，走到今天。在我心里，您早就已经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做儿子的，最希望就是自己的父母平安无恙。所以，如果还有下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为人父母，宁愿为自己的孩子去死，也不会自己苟活。报仇，你要先活着；救人，你更要先活着。这是你成了，可以回来向我认错。你要是败了呢？我可就没徒弟了。我老了，就你这么一个徒弟。你要是没了，谁为我养老送终？师傅，我一定会好。一定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的孝敬我。行了，快说说吧，你小子到底变的什么戏法，把皇上都给骗了？其实，我就只是把所有的实话告诉了皇上。讲实话骗人，这天底下要是有一个骗子帮，恐怕这帮主啊就得你来当。说说吧，你是怎么骗的？呀，师傅，您这手，去找点药啊。哎，你站住！你少给我打岔啊！别吊我胃口。你知道我打你那一巴掌最后悔的是什么吗？可不是心疼你小子，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问你昨晚发生了啥。又骗人！我师傅的脸皮才没那么薄呢。你明明就是心疼我。你又找打是吧？哎，赶紧说。我说，我真的没有骗皇上。我其实就是把
汤。哎呀，我这汤，哎呀，慢点，先起来。来，菜齐了，菜齐了。这些菜都是高明师傅做的，真的。哎，冯六姑娘他们怎么走了？他们回志工收拾东西去了。那，他们要搬过来住啊？你傻呀？人香小姐都搬过来了，他俩不搬过来，住哪儿去？就你明白是吧？打我干嘛？就你有嘴是吧？君子动牒。我听说今天这桌子菜啊，都是高明师傅亲手做的，臧大人给打的下手。高明师傅，你快给我们讲讲，这一桌子好菜到底有什么说法？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，这道猪肝炒猪肚，养肝补气，但没心没肺。那道油煎鸡，此鸡忘恩负义，不打鸣还乱跑，只能上席了。这道水醋鱼，此鱼无刺无骨无脸无皮，大家可以放心吃啊。吃鱼不腻。这道治海蛎，专治不开口的小海蛎。师傅，我自罚3杯。高明师傅，他是为了救我，这杯该我喝。哎，安徒姑娘，哎，你悠着点，悠着点。此事与你无关，我是让这小子骗的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有什么可气的？名师出高徒，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？六叔师傅，这场劫后余生宴我没来迟吧？六叔师傅说笑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这应该叫长福宴。六初姐姐，上次一别，没想到玉一般的姑娘竟如此憔悴，我特意备了些胭脂水粉给你。安图，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得振作点儿，咱们得把日子漂漂亮亮的过下去。谢谢姐姐。都别站着了，来坐下吧。刘叔师傅，来，你坐这儿。这大好日子，怎么就你一个人拉着脸呀？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笑一个。笑一个。你还是别笑了，跟哭似的。小海把暗图救出来，做得很好，有情有义。啊，对，有情有义啊！人都到齐了，我们一起喝一杯团圆酒吧。对，喝一杯，来，喝一杯，团团圆圆，团团圆圆。倒是解了一个我很久以来的疑惑。
恩公有何疑惑？当年你爹为了我挺身而出，却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先别急着问，说回正事。你这几天收获颇丰，看来我们距离第3人是越来越近了。你也觉得该查内阁？庄卢隐是5官之首，曹敬贤统领司礼监和都尉司。这第3人在内阁，那也是不相上下了。那你说说，你想从谁查起？内阁中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，要有个疏忽，打草惊蛇不说，得罪了人，你以后可不好做官了。既然是自上而下，我想从最大的官查起，内阁首辅史一平。石一平这个人，平时在内阁和吏部都是专擅跋扈，目中无人。但自从曹敬贤死后，他不但不扩张权势，还诰病在家，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。这第3人若是得到了鬼玺，还在乎什么官场之争啊？恩公，看来您对石阁老颇为了解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见你。赵大人，您你还记得这个吗？这是救你当晚从你身上取走的，就想有朝一日我们能以真面目相见时，把它物归原主。之前局势并不明朗，我不敢贸然与你相认。这些年，我向你隐藏身份，就是怕你的仇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影响你的复仇大计。但如今，我不能继续隐藏了，因为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。这次，我理应同你一起。恩公，请受我一拜。
我们终于见面了。贞顺元年，我经户部员外郎，你父亲已是青天剑监正。那一年发生了一起工程贪腐案，我上表求皇上彻查此案。可此案牵涉众多的达官显贵，我被人构陷。当时只有你父亲在朝堂上主动站出来，替我申辩。正因为他，不惜遭受牵连，也要救我。最终，我才仅仅贬官了事。当时我就发誓，此恩必当衔环结草以报。后来，我们常有书信往来。我远离京城，很多政事都是通过你父亲才有所了解，也因此在贬地治理有成。于征顺5年，回到京城，官复原职。征顺6年，你父亲要去东夏修建风扇台，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。但还是保持书信往来。3年后，我当时身处越州赈灾，突然接到了你父亲的密信，他想携全家离开京城隐居，恳求我接应。我本以为风扇台塌陷，快多已不在人世。没想到他还活着。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，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巨大的不安。我就彻夜赶路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快家已是烧成一片火海。我能做的只有救下他的儿子，以图来日。我将你送到了清泉镇，为你制定了复仇大计，让星斗昭明教养你长大。谢谢师父。这是我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恩公，谢谢你。10年了，你终于出师了。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。首先要弄清楚石一平到底有没有问题。我这就差人去送拜帖，陪你去石府一探究竟。最近京城中字画的价格涨了近1倍，反而古董玉器倒跌了不少。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，都去拜访石阁老了。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，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石府，投其所好，送上画作，让他觉得我想与他亲近，
降低他的戒心，再进一步试探此人。臧大人，这么晚了，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白天拜访仓促，空手而来，此番特意带了名画2幅，请阁老提拔。大人，请随我来。西山秋色，林下鸣禽。这2幅画都是真迹呀，想不到臧大人也有此雅好。阁老真是见笑了。您是精通丹青之学，下官不过是附庸风雅。我仰慕您的书法，特此来求提拔1、2，叨扰了您的休息，还请见谅。臧大人深夜来访，恐怕不只是提拔那么简单吧？不瞒阁老，下官白天在您这儿看到那幅《玉刃山风光图》，画的是冬夏名山，气势磅礴，甚是不凡，不禁心痒难耐，只求能再仔细观赏一番。人皆有心爱之物，就好像我喜欢丹青，皇上喜欢木工。我这幅《玉刃山风光图》并非什么传世之作，而你的这2幅画都是我求之不得的宝贝。你倒是很会投人所好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丹青之道你并不喜欢，其他官员梦寐以求的加官进爵，也不是你的追求。你的心啊，不在这些事情上。下官只图为皇上分忧。但我有件事情想不通，不知阁老想要问什么？查案，按理是3法司的事情。你是工部侍郎，也不是都尉司的人，可皇上偏偏让你去查。难道你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特殊之处？阁老，皇上信任下官，所以才让下官去查此案。就算皇上信任你，我也信不过你。短短1年时间，你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，当真是了不得呀！明日我就跟皇上说，把这差事交给我办，你就不用再操心了。若阁老真的能说服皇上，那下官自然听凭安排。难道说，皇上不只要查曹敬贤之死，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你去做？那您觉得还有何事要查呢？老爷，你怎么了？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来人呐！老爷，
快去叫人！去啊！陆烨，你为何要杀石一平？他骗了我义父的归西，让我们听命于他。事成之后，居然要害死我们。他该死，不过你更该死！曹进贤临死时，让你们听信之人，就是石一平。藏海，我早该杀了你。若不是你害了义父，又怎会变成这样？抓刺客！快来人呐！抓刺客！可惜没能杀了你，义父言儿来见你了。拦住他！藏大人，这府里头能藏东西的地方，都让人搜了一遍，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啊！大人，你们到底要找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找到，就不能证明是他。这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无论如何，都得先向皇上禀告才是啊！宋公公，哎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屏退左右。都下去，都下去。是。
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是朕的鬼玺。陛下，此物是从首府石一平家中找到。石一平是被曹进贤的近侍陆焉所杀，陆焉畏罪自尽。从他口中得知，曹府厂卫都是被石一平给毒死的。没想到，这幕后之人竟是石一平。朕的首府每天都惦记着朕的东西，朕当真是走了眼啊！陛下赐臣断宁剑，还帮我对付第3个仇人。现如今，这把宝剑也该交还给陛下了。陛下，臣在石一平家中看到一幅画，想请您赐给臣。你相中了他们家的哪幅名画？倒不是什么名画，就是一幅画着东夏山脉的风光图。一幅画又何妨？你拿去吧。谢陛下，臣告退。是，皇上已允准了藏海入职内阁，日后可参与朝廷的机要事务。藏海，以后内阁书库，你可随意出入。是，赵大人。好了，准备今日议事吧。藏海。有不懂的地方，随时来问我。你我之间不必拘谨。是。我最近翻阅了过去许多年的票拟，发现有不少都出自赵大人的手笔，言辞之间就能看得出，他品行高洁，一心为国。照你这么说，他不仅毫无破绽，反而越查下去越彰显他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。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他了？我现在也想不清楚，他是一心想要培养我，还是为了骗取我手上铜鱼的下落？
能10年如一日的演下去，一定是为了更深的目的。在确保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，先走到那个位置上去。还是得继续查。接下来比的，就是耐心了。好你个向安图，前段时间都不怎么搭理我，怎么今日想起我来了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找你了吗？哼！你看，我给你泡了当下上好的花茶，你尝尝看。我还给你买了香粉。还不错，喜欢你就都拿走。算你还有点诚意。你最近和藏海怎么样？他刚入内阁，天天跟着你爹忙于朝政，都见不着他人。我说呢，原来是见不到藏大人，这才想起我来。这画儿，你认得这玉刃山风光图啊？这幅画是我爹的，我从小便见过，怎会不认得？就是这幅，没错。这画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画是在石一平的府里，他死后，藏海就向皇上求来了。我爹的画怎么会在石一平手里？算了，不管他。不过这个藏海倒是挺有心的，特意管皇上要来这幅冬夏的画作送给你，省得你思乡心切。对啊，他都没空陪我，送幅画是应该的。好啦，你也别整日闷在屋子里了，走，跟我出去玩去。赵大人，下官有一事不明，还望您指点。这些天，工部呈上来的奏本，内阁票拟的意见都是不予批复。当下正值春季，多有水患之灾，工部深知其中利害，想要兴修水利，可不知为何。藏海，这些年，大庸国库空虚。别说是工部了，就连礼部的春闱都捉襟见肘。如果只是因各部所需一直拨银，早晚顾此失彼呀。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根上去解决。您说的是惩治贪腐？对，国库的银两都流失到了贪官污吏的手中。拨得再多也没有用，归根结底是律法的问题。治贪腐当用重刑。但这样会不会适得其反？藏海啊，藏海，你能想到这一点？甚好，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。朝廷的贪墨之风，多是因官吏们俸禄太薄而无力养家。想让他们不轻于百姓，不是杀几个就能解决问题的。我已经向皇上谏言，将5品以上官员的俸禄提高3成。这笔银两，才是朝廷最需要拨的。官足以庇身，食足以己家，得让他们先养家糊口，才能不鱼肉百姓。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。但
是不是应该先从百姓身边的官员开始？若是国库有那么多的银两，我怎会不这么做？可要越过这朝中诸多大臣，先着眼小官小吏，恐怕就连皇上也办不到。这便是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你以事谋政者，以后一定时刻牢记。是，藏海谨记。臧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政务是忙不完的，明日再说吧。明日还有工部和钦天监的事儿等着我办呢。过去师阁老总是责骂我，说我懒惰散漫。他若是看到你这样，一定会很欣赏你的。那我先回来。可惜了，可惜我入阁晚，不然就可以多向石阁老请教。在这官场之中，若是能有一个愿意时刻提点自己的主官，也是幸事。你倒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。愿闻其详。臧大人，你之前是跟随庄卢隐，是靠举荐做的官，你又把这官场给搅的是一汪浑水，这对于石阁老来说，你是打破了他多年努力维系的平衡啊。平衡？可石阁老不也一直对曹敬贤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吗？曹敬贤和庄卢隐，过去在朝中那是无人敢惹的权威，石阁老带着内阁一直在和他俩抗衡。现在这二人死了，只可惜阁老没能一直走下去。可京城中都在传，石阁老与曹敬贤私交甚笃，却没想到最后竟然死于曹敬贤的厂卫之手，还说他们二人是兄弟反目，自相残杀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石阁老是我多年的主官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？臧大人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大庸官员的名册，当初是石阁老交给我的。他在吏部做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本名册了。人人都说石阁老做吏部尚书，对大庸官员过目不忘。没想到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！年前，阁老看我疲于政务，便把这名册交给了我。现在这名册就一直放在内阁，再也没拿回去。陆敏，陆敏，这个我也注意过，这应该是曹敬贤入宫之前的名字吧？他的几个义子都姓陆，真是放不下传宗接代的心思啊！哎呦，大人，老奴不知大人到来，有失远迎啊。坐。谢大人。你先下去吧。你就是刘公公。正是老奴啊。过去宫里新入宫的太监，都由你来教规矩。我要向你问个人。老奴若知，定当明告啊。陆敏。陆敏。
陆敏，哎，记起来了。你当真还记得？当真记得呀，他不是入宫后给净的身的，他是自己早就没有这个家伙事儿了，他是自个儿当的太监呐。宫里的规矩礼法多，在这里学成的，才有资格入选内宫做太监。陆敏是个勤快的人，还好琢磨。没多久啊，他就在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手里头，那学得个七七八八的了。到了更名换姓要进宫的那天呐，他呀，比那个早他3年5年进宫的还要厉害呀。那他后来换了什么名字？那我就记不得了。我记得好像他是到了御马监里头干杂活了。陆敏啊，他读过书，识得字，说话呀也文绉绉的。他总说呀，自己不该是个太监。若是报考功名，他必然是个大官啊。据他说呀，他在全京城最好的地方读过书，是大雍学宫。大人，大雍学宫自建立以来，所有文书档案原本全都收纳在此处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我自己找便是。是。师傅，回来了。今天吃炸酱面，别着急，等会儿啊。我今天太累了，没什么胃口，想休息休息。内阁呀，真是一个不好待的地方啊。你说你，一身3任，要干的事情也太多了，我都替你觉得累。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，确实太多了，也太重了。要不，我帮你去跟先生说说，让你别挑那么重的担子。
让我再好好想想。等我想明白了，我自己跟他说。小海，你现在跟师傅可真是生分了，一天到晚也不主动找我聊天了，是不是有了香小姐就把师傅给忘了？既然您都已经这么说了，那徒儿就没有不与师傅聊天的道理。这还差不多，不好算。师傅，哎，您还记得您曾经问我，报完仇以后，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？我当时答不上来。您还跟我说，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。师傅说的果然没错。我现在做出了选择，跟着恩公，继续在朝为官。但我很想知道，师傅您呢？我？恩公让师傅跟着我，助我报仇。现在大仇已报，师傅难道就没想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吗？你小子是不是嫌弃师傅没用了？你现在是进内阁了，师傅以前教的东西用不上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，我逗你小子呢。哎，真想知道？嗯。哎呦，这可是观音呐！师傅啊，您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您带我去骗贪官的事儿吗？记得呀。您看啊，现如今我也能拿到新换的官银了。你小子有出息了，当初我用的官银可是你恩公给的学费呢，结果呢，第一堂课就花完了。哎呀，师傅装大官装得这么像，难不成就是跟恩公学的？要不你也真来做做官？哎，那可不成。师傅就是个江湖骗子，真上阵那就露馅儿了。我看不会。这人呐，有的时候真不一定为了一个什么目的而活着，日子一天天的过，有在乎的人在身边，不挺好吗？你在京城，你恩公也在京城，师傅我能去哪儿啊？我就在家里给你打打下手，做个厨子。既然教不了你本事，那我就把你的胃养好。您曾经跟我说过，徒儿的本事再好，也比不上师傅。行，你也忙了一天了，进屋睡会儿。面条呢，我慢慢做，等你睡醒了就能吃了。我不会叫你，保证一碗炸酱面能把你香醒。去吧。好。赵大人，恩公，
我的第3个仇人。之前我觉得是自己太想复仇，一切都是执念在作祟，停不下探查的脚步。直到真相水落石出。你想好怎么做了吗？要不要直接去告诉皇上？不行，如今我也隐藏了童玉，此事不能再通过皇上了，得靠我们自己解决。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，就没有不走到底的理由。好，那就往前走，给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一个交代。安都，您准备一下，明日我想请赵秉文来家里，把一切都和他当面问清楚。赵大人，我是该叫您恩公呢，还是该叫您仇人呢？小海，藏海，你这么说，想必不是随意的试探吧？您让师傅们把我教得这么好，怎么能指望用11嫔的死来骗过我呢？就算你们做得再天衣无缝，可终究是您带我去的师傅。只要我心里还有一丝怀疑，早晚都会发现端倪。你发现了什么？陆敏。陆敏，他是你在大雍学宫的同窗。当年你、陆敏，还有庄如隐，你们3人在大雍学宫一同求学的日子，你还记得吧？哎呀，真是千虑一时。没想到，你竟然查到了大雍学宫。智奴，恭喜你！这下，你才算是真正的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。既然你早有准备，想必其他人也没有离开这里吧？都出来吧！我想过很多种可能，比如你确实是第3人，但你不是主谋。你来晚了一步，没能阻止庄陆隐他们对我家下手。今天我要一个答案，因为事情的真相只有你知道。藏海，你果然有天人之志。真不知道，这是上天对你的恩赐，还是诅咒？只可惜，我比你知道的更多，走到了你的前头。但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我就是你的最后一个仇人，而蒯家灭门之事，正是我谋划的。就算你的父亲没死在庄如隐的手里，交出了鬼玺，他也活。
毕竟是你救了我，让我活到了现在。我可以让你死个痛快。能找到我，你确实很厉害，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。石一平的死，并不是为了骗你，我是为了骗另一个人。你又向皇上撒了什么谎？皇上都没有问我，我又何须撒谎？你用陆坟逼我将我的童鱼交给皇上，你不也一样不能得到它了？昨晚皇上遭遇不测，危在旦夕，而你是最后见他的人，又被他下了狱。孙公公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不会。我如今是首辅，极得皇上信任。皇上有难，孙德芳和薛兆护驾不力，被我下了狱。现在是我在保护皇上，拿到童鱼和鬼玺，对我来说，犹如探囊取物。藏海，可惜了。如今这一切是注定要发生的。如果你没有识破我的身份，此时此刻，我就可以用首辅之权把你放了，让你继续跟随我。未来还有很多的事，我们可以一起做。一个谎，要用无数个谎去圆，早晚有一天会被揭穿。如果说骗术是阴谋诡计，纵横之术就是阳谋。谋之于阴，成之于阳。你知道里面的差距吗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？从你告诉我，蒯夺把鬼玺给了皇上的时候，既让我得知了鬼玺的所在，又让我心生忧虑，因为你背后多了皇帝。但真正难的是如何让你交出最后一条童鱼。所以你主动把童鱼和鬼玺放到了石一平家中，既可以诬陷他就是第三人，又能让皇上拿到鬼玺，彻底打消了对此事的顾虑，进而利用我手中的童鱼来离间我跟皇上。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将军，里面空无一人，看来他们早有准备。传令下去，全城戒严。是。你是想让我把一己私仇和天下太平放到一起来权衡？我若交出童鱼，鬼玺随时有可能被启用；我若不交出童鱼，我就无法向皇上证明你就是第三人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了如指掌。你一心想要报仇，可你改变不了自己的本性。在这世上，善良之人往往寸步难行，因为他们顾虑太多，牵绊太多。只要你和蒯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，你就无法用皇帝来对付我。
你对我父亲这么了解，你和他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？骗术最厉害的就是说实话而骗人。9句真话，1句假话，才能让人深信不疑。蒯夺确实曾在朝堂上为我仗义直言，我也确实曾上书求皇上严惩凶手。不过，我们并没有书信往来，我也没有在越州收到他的信。那封信是庄如影寄给我的。我让高明代替我留在越州，火速赶回京城，并让曹敬贤安排都尉司把守京城各个入口。果然在那天发现了你爹回京的踪迹，只不过蒯夺突然不见了，没想到他是走密道进了宫。我们便守在你家附近，等他回来。我当时猜的果然没错，是你操纵盗匪自投罗网，让他们认下灭门我家的罪行，又上书皇上，以表愤慨，最后灭了所有人的口。后来，我一直等着有人给蒯夺伸张正义，等着那个暗中藏匿鬼玺的人自己出现。但是没想到，蒯夺的死就像石沉大海，再也没有掀起任何波澜。直到我从你那儿得知，那个人是皇帝。庄如影为你报信，曹敬贤为你蹲守，你居然可以让这2个人对你言听计从，一直隐藏你的身份。想不想听听大雍学宫的事？我出生在常年战乱的边陲小镇，父亲为我取名秉文，是想让我秉承文王的德操，有朝一日能入朝为官。最终我不负众望，10岁那年考进了大雍学宫。大雍学宫里大多是世家贵族的子弟，很快我便被他们视为眼中钉。因为我出身穷苦，却天赋异禀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？做梦！大雍的规矩，残缺之人不入朝堂。今日断你一指，断了你的痴心妄想。你个败将之子，还敢为他出头？今日你也得留下一个手指头。父子，快来呀！他们在那儿。算你小子走运，给我等着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。我叫陆敏，他叫庄如影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赵秉文。陆敏和我一样，出身贫寒。庄如影父亲战死边关，家道中落。自那之后，我们3人便被那些士族子弟彻底孤立，也经常遭到欺负。我们尝试过反抗，可连夫子也向着他们。那时我明白了，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权势。想不被他欺负，就要让他先怕你。你先来。你竟敢打我！死你！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要回去告诉我爹，等他来了，就把你们全杀了。别跑！
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？早晚还会有其他人来欺负我们。只有一直变强，我们才能活下来。但事情终究是压不住的，仇恨更不会消失。骆敏的伤，让那些人认定他与落水之事有关。陆敏的一生都被毁了，他再也无法待在大雍学宫，只能入宫做了太监。走吧，你踏出了这一步，外面的世界就跟你没关系了。多年以后，早已改名为曹敬贤的陆敏，当上了掌印太监。庄如隐打败东夏，成了显赫的大将军。我也走到了内阁次辅的位子上。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彼此是真正的盟友。若不是你，他们俩恐怕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小姐，你别着急了，一会儿官封他们就有消息了。安图，童儿，你总算来了。安图，我好不容易甩开盯梢的人，不过还是不能久留。你怎么找到这么隐蔽的一处？我还以为你们都已经出城了。这是藏海特意准备的躲避处，昨夜看守我们的禁军一撤，我们就过来了。安图，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们。可千万要小心啊！可是皇上昨夜还答应给我们自由，为什么今日就抓我们？藏海出什么事了？来，我不知道藏大人和皇上说了什么，但是今日宫中传得沸沸扬扬的，都说藏海蓄意谋害皇上。藏海怎么可能谋害皇上？他是被冤枉的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救他。藏海现在被关在诏狱，你怎么救？或许还没等你见到他，你就先被抓了。我想办法找永荣王爷，他一定能救藏海。永荣王爷是最大的皇室宗亲，皇上出事，他是第一个被怀疑的。况且，现在又被关在府上，出都出不去。现在还有谁能救藏大人？安图，你先别急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要不，我去问问我爹。童儿，我接下来说的话，可能会让你很为难，但我终究是要告诉你的。和我爹有关。你为何要救我？为何要培养我复仇？若不是你告诉我有第三人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。除了被仇恨驱使，你还能活吗？我告诉你，3个仇人，就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能停止复仇，直到最后，帮我找到归西。你现在已经是内阁首辅了，为什么非要归西不可？大雍很大，要做的事太多，需要的官就太多。只要有这些人在中间，就连皇上都会遇到重重阻力。我要改变这天下，但这天下靠蒯夺这样的人是救不了的。而归喜就不一样了，
只要有他，我就可以将东夏人都变成阴兵，统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，让所有的君王臣服于大庸。让他们的子民为大庸劳作。你这样做，只会换来无尽的战乱。天下大统，靠的是置之以和。史书上定会给你记下这祸国殃民的一笔。只有失败者才会遭到唾弃。只要我完成此事，自会有人为我送诗。时辰到了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醒醒！臧大人，此刑叫做贴加冠。就是用浸透了水的桑皮纸，一层层地糊到你脸上，这样才能保证尸首俱全。就是要无声无息的才好。大人，只要再有1张，他就不行了。再加2张。是。
大人，脉息全无，确认已死。大人，永荣王爷叫了一群皇室宗亲到他府上，嚷嚷着要见你。都惊足了还不消停？高明，先生，一切都已了结，给他收尸吧。谢谢先生。小海，等出了城，马车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你们搭上去东夏的商队，就能顺利离开大庸。等到了东夏，就要靠向小姐了。师傅，你不和我们一起？我可去不了，我得留在赵大人身边，帮你们盯着他的动静。小海在鬼门关上走这么一遭，我现在还后怕呢。师傅，原来人之将死，是可以梦到自己家人的。他们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。那他们和你说什么了？他们说很想我，却让我快点回来。小海，还记得你离开星斗府的那天吗？师傅不辞而别的那天。其实，我和你星斗师傅吵了一架，他一直觉得智奴不应该是藏海，要忘记仇恨，才能开始新的人生。而我却认为，只有你解决了仇恨，才能真正放下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。放心吧，我已经不是10年前的那个智奴了。10年相伴，今日再送你一程。记住，该做的事情要做，但更要好好的活着。我们的路还有很远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快到城门了，快躺下。慢点。一会儿千万别露馅啊，万一被人发现，可就麻烦了。
停车！检查！停！啊，停！大人，朝廷有令，近日有逃犯在京流窜，一切车马查验无误后才可通过。车上装的是尸首，都是染病不治、吐血暴亡的，得赶紧送到城外火化呀。一车也不行，查过了才能走。哎呦，大人啊，小的只是在医馆混口饭吃，这病疫一旦传开，小的可担当不起啊！哪那么多废话？检查清楚。不是，大人，哎，大人，我看。哎，大人。这尸首，检查仔细点。不好，他也染了疫病，快躲远点，让他们走。放行，放行，走，快走。安图，珍重。停车！小海顺利出城了。怎么了？小海，师傅抱他未老吧？幸好留了一手，要不然真不好蒙混过关。没事儿，小海，这个你留着。你不是老问师傅要那么多钱干嘛？都给你攒着了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这关过了，往后的路，师傅就不陪你走了。保重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啰嗦！快走！停车！停车！小海怎么了？停车！小海，小海，小海，师傅喝了赵大人的茶，活不成了。我骗了你10年，一直欠你一声对不起。我羡慕六初，他不知道赵大人就是你的仇人，不必忍受内心的煎熬。我也羡慕星斗，比我先走一步，因为他看得更明白，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。
但我陪你的时间更长，他会更羡慕我吧？师傅没白养你，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，师傅先走的道理。只要感情是真的，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。臧大人，我奉庄将军之命，来这里接你们。向红，多谢。把车里东西一并带走。将军何在？将军正在大帐中商议军情。他们是将军的朋友，赶紧收拾一顶干净的营帐出来。是。臧大人，你们先休息，等将军忙完了，我再出来叫你们。多谢。多谢将军出手相救。好久不见了，臧海。不过才1年时间，你真的变了很多。才1年嘛，我倒觉得像是过了5、6年。从前享乐的时候，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。等真吃起苦来，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。你在边关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很不容易。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，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，所以对我百般刁难。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，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。在京中，怎么一直没听见你的消息？我走时只是一个小小校尉，若是埋骨沙场，连碑都不会立一块，更何谈什么消息了。不久前，定国将军因病暴毙，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，让我代替他镇守此地。我没让先生失望吧？你比我想象中成长得更快，如今也能独当一面了。你没说错，我身上有的是庄家武将的血脉，只有打过仗，杀过人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你呢？都经历了什么？我被赵允文下狱诛杀，侥幸死里逃生，来到了东夏。赵大人和你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？因为他就是我的第3个仇人。
想不到父亲竟然骗了我。赵秉文杀了11平，自己当上了首辅，还谋害了皇上，诬陷给我。自那以后，他便独揽大权。他已经从皇上手里拿到了鬼玺，朝中再无一人可以抗衡。这些都远在朝堂，我身在边关，要这些做什么？藏海，我们好不容易重聚，今日一起喝点。案徒还在营帐中等我，我也觉得有些累了。你军务繁忙，早些休息。等明日一早，我再来找你。也好，我差人送了些饭菜过去，你快回去吃吧。不急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你们聊什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我想过庄之行会在军营里迅速成长，但我没想到，才短短1年的时间内，他就已经成为了昭义将军。我方才跟他说了赵秉文的真实面目，他却无动于衷。恐怕庄之行早已有赵秉文暗中相助。看来赵秉文的行动比我想的还要早。那他这次救我们，会不会另有所图？应该不会，否则我们哪有机会这样说话？不过庄之行随时有可能把我们的消息传给赵秉文，留在这里，早晚都会有危险。我方才听到外面士卒们聊天，他们奉朝廷之命四处征用东夏劳工，甚至强行抓人，要重修风扇台。风扇台已坍塌多年，为何此时要重新修建？赵秉文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，一定和鬼玺有关。我们必须阻止他。如今赵秉文手握鬼玺，又把持朝政，现在还有庄之行的帮助，我们该怎么做？目前，还是要先找到毁掉鬼玺的办法。鬼玺是我父亲从风扇台地底拿出来的。我在王庭时，四处打探鬼玺的消息，甚至问了姐姐，但她一无所知。因为母亲死在大庸，关于鬼玺的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告诉她。不过我的身边有一位跟随母亲多年的嬷嬷，她告诉了我一个关于鬼玺的传说。相传在东夏的地底，有另一片天地，那里有穹庐一样的天幕。但是那片天，和我们所见的蓝天不同，是一片碧绿的星河。那儿，就是阴兵的世界。藏海，有一事我忘了叮嘱，你们俩在这里是生面孔，不便行动。我让长浩来护卫你们，有任何事情找我，都可以告诉他。多谢将军。务必好好照看先生和香小姐。是。方大人，我就在外面，有任何事可以随时叫我。这些事庄之行不知道吧？可千万不能告诉他。嘘，小声点，你听我说。
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不容易见一次，怎能不辞而别，说走就走啊？我让暗图写信给你，是想离开东夏王庭之后，借你之力毁掉鬼玺。但我没想到，你竟然投靠了赵秉文。那又如何？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只知道，他能给我想要的东西。他让你重修风扇台，不过是个幌子。他真正的目的，是要让那些东夏劳工聚集在一起，再用鬼玺，将他们都变成阴兵。你真的要跟随他吗？他要做的事，是对是错，我自会判断。那你好好判断一下这件事。你只知道，他是灭门我家的凶手，是我苦苦寻找的第3个仇人，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。赵秉文是我的恩公，是在我家灭门后将我救出来的人，培养了我10年，做的第1件事，便是让我到你父亲身边。是他在帮助你复仇。赵秉文是庄如隐和曹金贤几10年的挚友，却为了鬼玺，培养我向这2人复仇。在拿到鬼玺之后，又想将我斩草除根，连跟随他多年的高明师傅都不放过。你现在对他还有用，一旦没了价值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丢掉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等你走到他身边，他第1个猜忌的，就是你；第1个要除掉的，也是你。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吗？我曾经答应帮你重获平津侯的认可，有朝一日成为庄家的荣耀。可我竟然没有想到，你会走上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的路。沧海，我曾与你结盟，认你做先生。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名字，新的身份，隐瞒你还活着的消息。你愿意像跟随我父亲那样跟随我吗？我现在要做的是毁掉鬼玺。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还活着！我还真是小瞧你和高明了。先跟我回去，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时间，可以慢慢聊。带走。阁老，庄将军果然中用，这么快就抓到了朝廷要犯。末将只是遵从阁老嘱托，不敢居功。不必自谦，
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，灵子王世子承袭皇位。我特意向皇上提起你治军严明，皇上念你镇守边关有功，特授你为骠骑将军。谢皇上圣恩。想当初，你父亲刚当上镇国将军的时候，比你还大了不少，你已经超过了他。知行仰仗阁老提携，定不负阁老恩情。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，便是当年没能对东夏乘胜追击，这才让东夏苟延残喘至今。当然，也是因为先帝太过于仁慈。但如今，你的机会来了，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，做他未竟之事。阁老的意思是，一举出兵东夏，让他们永无觊觎大庸之心。不错，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。只是，我手中兵力不足，若要征讨东夏，需要朝廷的援军。我这次来，就是给你带了援军。报！大人，从他身上发现的，一直藏在怀里。庄之行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你早晚会落得跟你爹一样的下场。我爹难道不是被你害死的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，要不是你，我庄家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你如今已是昭义将军，为什么要投靠他？为何要做大庸的罪人？若无阁老，我怎会有今日的荣光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要的是振兴庄稼。好了好了，你俩好歹也是交情一场，一见面就吵架，跟孩子似的。上海，名律胡达的圣地都能被你找到，真是和你爹一样有好本事。如何用鬼玺召唤阴兵？我琢磨了很久，原来它竟是这样用的。东夏女王当年有这样的宝物，竟然还能败给大庸。就让我教教东夏该怎么用它。
大人。拖下去烧了。是。据斥候密报，东夏核心部城蠢蠢欲动，尔等要在方圆10里仔细巡查，务必保阁了安全。是。母亲要找回他，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。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。我会告诉姐姐，鬼玺已毁，赵炳文就是因为用了它而死。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，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，还未可知。可若是把它留在世上，终究是个麻烦。 关乎天下苍生，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，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。驾！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。庄将军护国有功，新皇召你回京，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？赵炳文的所作所为，尽人皆知，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。臧大人，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。臧海。 要不要与我赛马，比试比试？你是马背上的将军，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？你骑马的本事也不差呀。驾！陛下赢了。陛下，哎，臧海，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朕说一声？臣怕扰了陛下的兴致。既然来了，就陪朕下一局棋吧。臣棋艺不佳，不敢与陛下对弈。不碍事，朕也是棋艺平平。 朕在还未入宫时，就听说过你不仅博学多识，工于营造，更有治世之才。陛下过奖了，臣出身布衣，不过是略懂些雕虫小技。你不必自谦，
朕可是听说，你深受先帝喜爱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回陛下，这些都是先帝之前做的，刚收拾出来。藏海，你说，朕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呢？宫里的一切，都听凭陛下处置。先帝生前喜好木工，既是心爱之物，拿到先帝灵前烧了吧。是。藏海，你替朕铲除了奸佞，可想要什么赏赐？回陛下，臣的确有一事相求。前任青天剑监正蒯夺，忠君爱国，他是被赵秉文所害，还请陛下将此事昭告天下。这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，算不上什么赏赐。除此之外，你还想要什么？陛下，臣想要致仕还乡。藏海，朕初登基，正是用人之际，朕本想让你重回内阁，帮朕查官治吏，你不愿意吗？臣自入仕以来，终日惶恐，暗度劳形，深感自己志不在此，乐不在其中。先帝还在时，臣就已经有辞官归隐之愿，还望陛下恩准。你想清楚了？也罢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朕也留不住你。来，陪朕把这局棋下完吧。小海啊，好好的从东夏回来了。他不止打败了赵秉文，还拿回了鬼玺。徒弟这么厉害，你这个当师傅的，还真是了不得啊！你用高明这个身份活了10来年，埋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，还算是个好归宿。这酒太甜，我还是喝不惯。走吧。驾！哎，姑娘，我这有上好的竹叶青，你闻一下，看喜不喜欢。安徒，这下真的辞官了？怎么，怕我反悔不成？趁着你去找皇上，我去找了一趟八公子。八公子，莫非他又在给别人说书了？不是说书，是教书。童儿现在是大庸学宫的女夫子，都没顾得上和我说几句，就被他的学生们拉走了。走吧。小海，
哎，信上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来啊。小海，小海，臧大人。这些都是臧大人留给我们的吗？他去哪儿了？小海走了，也不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。那咱们就出发去找臧大人呗。那怎么行啊？我告诉你，小海在信里可叮嘱了，咱们也有事情要做。侯爷，请。